了，肚子空空疼。真娘，你爹出去找吃的东西，都大半个时辰了，怎么还不见回来？娘，你抱着小宝，我去山脚下找我爹。外面雪那么大，风又烈，别出去了。我就去山脚下看看我爹在不在，在的话我们就一起回来，不在的话我就自己回来，不会跑远的。那你快去快回，我和小宝等着你们。好。木卓西西，我这是被冻出幻觉来了吗？这是哪里？我难道是死了？啊！我要是死了，爹娘和女儿怎么办？哎呀，小妹妹你没事吧？我刚才扔东西的时候没注意到这边有人，不小心砸你身上了，对不住，你还能站起来吗？我没事，没砸伤你就好。我叫黄丽，就住隔壁小区。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家在哪里？你这个年纪应该还在学校里读书才对，要不要我帮你找穿深色多扣衣服的男性保安叔叔，让他们跟你爸妈沟通一下？我叫云珍，我家不在这边。行吧，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，别走，一定要等我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东西被扔了，他不要了吗？这东西怎么像棉被？怎么会有人把稀世珍宝随便乱扔？小妹妹，还好你没走。拿着，这是姐姐的一点心意，买了小女孩爱吃的零食，还有一箱牛奶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我怎么能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？拿着，就当我刚才砸到你，给你赔礼道歉了。一点零食，一箱牛奶又不值什么钱，我们也算有缘，你就别推辞了，快点拿着吧。我还给你买了冻疮膏，别忘了涂在脸上。小姑娘家家，脸上留下疤就不好看了。你拿回去给弟弟妹妹吃吧。谢谢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，我就是觉得咱们投缘。黄丽姐姐，你刚才说这被子不要了对吗？我家租客退租的时候说不要了，让我帮忙扔一下，家里也没地方堆放，就扔这里来了。可以给我吗？你想要，那你就拿走吧。车斗里面还有2袋子，被子、褥子、枕头、抱枕都有。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搬来搬去，大几百甚至上千块买来的床上物品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这样吧，你家要是在这附近，我开电3轮送你过去。这东西可是很沉的。谢谢你，黄丽姐姐。谢什么？反正都要扔了，你看上了就拿回去。过来坐，你家在哪儿？我送你过去。黄丽姐姐，你把棉被放下来，我待会儿自己拿回去。这东西很重的，车方便。我力气大，不碍事的。既然你不需要，我就不送了。我劝你还是回家找个人来帮忙，你手上拎的东西就很重了，3个袋子没办法拿。云珍，这3床厚棉被你拿着，天冷了注意保暖。有了这棉花被，我们在极寒的冬日会好过一点。可现在我怎么回去呢？难道再让木卓吸一次血才能回去？我回来了，棉花被，棉花被跟过来了。我镯子呢？真娘，真娘，爹娘，我在这儿。真娘，真娘，雪太大了，我们先回家吧。我找了点草根，能吃的煮了，不能吃的用来烧火取暖。今天晚上肯定能好过一点。对，你爹找到了点草根，咱们家有吃的了，还去山上捡了柴火，把火生起来了。晚上把草根煮了，你和小宝多喝点热汤，就不冷了。爹娘，快把东西拿回家。这不是村里该有的东西。真娘，你这从哪儿得来的？回去再说。
爹，你拿2个袋子，拿剩下的1个袋子你来拿。行。爹娘，这是棉被。棉被？这是棉被，里面填的是1两棉花1两金的那个棉花。没错，就是棉花填充的被子，达官贵人才能使用的棉花被。爹娘，这床灰色的铺在你们床上，我看这里面除了被子，还有铺床的褥子，枕头也是2个。有这个棉花被子，我们这个冬天肯定不会被冻死了。我和小宝用蓝色的这床，粉色的这床先放着，实在冷得厉害再拿出来。真娘，这些棉被是哪里拿来的？难道你出村了？木卓吸了我的血，将我带去了一个奇异的世界，还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姐姐。这些棉被就是好心的姐姐不要了给我的。不止那3床价值1000金的棉被，这些都是那个好心的姐姐送给我的。卤蛋？是鸡蛋吗？为什么是黑色的？鸡爪子竟然有白色的。有肉有蛋有面还有大馒头，哪家的富户这么豪横？真娘，你不会是遇到山魈了？娘，要是遇到山魈，我早被吃了，怎么可能还会活着出现在你们面前？你说你的镯子吸了血才把你带到那个地方，你镯子呢？我回来的时候发现镯子不见了，但是手心多了一颗红痣。真娘，真不会出事吗？那个地方你以后别去了。爹娘，你们放宽心，我能回来就证明以后不会再出什么事了。不管我是怎么去的那个地方，家里有了3床大棉被，至少可以保证我们这个冬天少受点罪。要是还去那边，一定要给我和你爹吱个声。你不知道你爹一个人进门的时候，我心都跳出来了。我跟你娘找了快1个时辰，就怕你跌倒在雪地里爬不起来。这次是意外，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爹，你把火烧旺点，把这个面煮了。你这败家孩子，1小袋就够了。面好了，你跟小宝吃，我跟你爹在汤水里煮点草根算了。要是光我和小宝2个人吃，你和爹看着，女儿怎么吃得下？爹娘要是不愿意吃，我和小宝也不吃。罢了罢了。爹，你看这上面有具体的煮面步骤。我们先要把袋子撕开，把面放煮沸的水里，再把里面的料包加进去，等面熟了就可以吃了。这个面可以生吃，脆脆的，还有油香味儿。好吃，越嚼越香。娘尝尝尝。还没煮好就开始吃了，多浪费呀！呀，真有油香味儿。要不是真娘有奇遇，我哪有这样的口福？娘，爹来煮面，我们先把被褥铺在床上，再把小宝抱过来。天哪，这褥子比我们的被子厚实多了，里面塞了不少棉花，躺在这上面该有多舒服。太干净了，我身上的衣服会把床铺弄脏，不受冻就行。日子也是好起来了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太诱人了！这是我煮的面。娘亲，小宝吃高高。什么东西比高高高香？小宝被香醒啦！爷爷在煮特别好吃的面，小宝待会儿就可以吃面了。吃。太香了！这面肯定不是普通的面，一定是神仙吃的面。真娘哪是碰到什么吃人的山魈，是碰到神仙显灵了。你等着，娘给你盛饭。吃饭喽！吃。娘亲，好好吃。慢点吃。这面肯定是神仙显灵送给咱们闺女的。香，好吃。我活了几十年，没吃过这么有嚼劲儿的面。要是天天吃这个面，神仙日子也不换。天天吃香面喝香汤，咱们哪有这样的福气？小宝天天吃面喝香汤。好，小宝天天吃面喝香汤。
药味这么浓郁，肯定要花很多钱。爹，这是新山的姐姐给我买的冻伤药，把药擦在冻疮和裂口处就不疼了。你赶紧把身上的冻伤都擦一遍。药物珍贵，你和小宝还有你娘用就行了。我一个大男人皮糙肉厚的，就不那么讲究了。爹，你手上那么多裂口，这药擦上去冰冰凉凉，能止疼。行，我就涂一点，剩下的留给你们。真娘，你遇到好人了。这药膏效果真好，我伤口不疼了。县城肯定买不到一涂就能止疼的药。爹，你把柴整理好了就和娘早点睡，我把小宝带我屋睡。你屋里没有火，冷冰冰的。你和小宝跟你娘睡这间屋子，我去你们屋里睡。我那个屋子小，有大棉被盖着，不会像之前那么冷了。爹，我来吧。哎呀，人老了不中用了，连火都生不起来。娘亲，小宝冷，小宝肚子又空空的，里面有小虫子啃我。娘给你煮香面吃，喝口热汤就不冷了。真娘，这面是救命的东西，昨天刚吃过了，今天哪能继续吃？现在吃就是在救命。今天比险些天都冷，我们不喝口热汤驱驱寒气，晚上都熬不过去。海他娘，听真娘的，我们大人忍一忍饥寒没关系，孩子才多大，怎么能跟着我们一起受冻？这么冷的天，能把人冻成冰雕，喝口热汤也许就没那么冷了。唉，我想差了，小宝还小，我们一家尽力活着吧。要是能天天吃香面就好了，但我们哪有这样的福气？要不是闺女被神仙看中，给了些救命的食物，我们只能啃草根树皮。这也太香了，简直让人流口水。真娘，香面还有几袋？一袋。这是肉吗？这个叫肉肠，应该是用肉做的。肉，爷爷吃，奶奶吃，娘亲吃。小宝乖，喝了口热的，感觉没那么难受了。人还是得吃饱穿暖才感觉自己在活着。爹娘，我想试试能不能再去那个地方。如果能去，我可以多捡点御寒的衣物，也可以想办法拿回点吃的。之前是神仙显灵，哪能有第二次机会？真娘，你可以试试，过不去也别勉强。能有第一次机会，我相信肯定还有第二次机会。娘，亮亮，真的可以。真娘，老头子，真娘呢？咱们的女儿呢？娘亲，他或许被神仙叫去那个地方了。竟然真的过来了。黄丽姐姐说今天还来扔不要的东西。铁锅，完整的铁锅。可惜的是没有找到食物，也是谁会把吃的丢掉。云珍小妹妹，黄丽姐姐，捡了这么多东西啊！我这里还有2床被褥，其他的都是日用品，你看看有没有需要的。黄丽姐姐，谢谢你把东西留给我。不谢不谢，以后你就叫我黄姐吧，黄丽姐姐这个称呼可太见外了。我给你拿了几件冬天穿的衣服，是我女儿的，她今年15岁，比你胖点，衣服是她前2年的，你肯定能穿。黄姐，这怎么好意思？都说了我们有缘分，你叫我一声姐，我给自己妹妹拿几件衣服怎么了？快挑挑车斗里有没有你需要的。黄姐，我只要这些。
你今天拿的比昨天更多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我叔去办事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和他一起把东西拿回去。有人帮你就好。黄姐，你知道这个地方怎么找工吗？我想赚钱买点粮食，家里断粮很久了。你家这么困难？云珍，你实话告诉姐姐，你爸妈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一点工资都没有吗？工资是工钱吗？我父母不在这边，我捡点东西，没有工资。妈呀，云珍，你是流浪孩儿？算是吧。你几岁了？19岁。大冬天你一个女孩子外边住不方便，再过几天气温下降，天更冷，你想不想换个地方住？我带你去找张姐爱心公益，她那边专门帮助你这样的未成年和生活能力差的妇女。张姐爱心公益，那是什么？是一个离职女医生组建的慈善组织，给无家可归的妇女儿童免费安排住房，教各种技能。有这么好的地方？当然，我这就带你过去。你先住下，工作的事儿不急，等你在机构里面学点技能，再出来找合适的工作。我平时开车比较快，原来这个大虫子也叫车。心脏砰砰砰跳得不行。到了，这里原本是安置小区，离市中心远，房价低，就被张姐买来安顿无家可归的妇女儿童。虽然地方偏僻了点，但交通便利，前面就是地铁站。小区里也有很多商户，小区后面还有很多工厂，要是你打算进厂上班也方便。云珍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下午会有人来问你接下来的计划。你想进技能班还是直接工作？给他说就行，让他给你安排。上车。赵哥，是找到我能干的活了吗？找到了，菜市场摘菜，下午2小时，一天60，但很累。好的，谢谢赵哥。刘嫂，我带孩子来看看工作。这就是云珍吧？我这缺人，活不累，就是把这些菜里坏的挑出来扔掉，一天60，日结。刘嫂你好，我愿意干。这些是需要挑的，把烂叶子和蔫了的、光壳的都挑出来，不懂的让李梅教你。我叫李梅，你叫我梅梅就行。梅梅姐。这种品相不好的卖不出去，都要扔掉。这么好的菜要扔掉？干叶子太多了，不好看，太可惜了。你要是舍不得，就带回去呗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看着挑完还能吃的菜都带走。谢谢刘嫂。这是今天的工钱，拿着。掌柜，老板，糙米怎么卖？糙米有贵的，有便宜的，便宜的4块1斤。我这里能买多少就要多少。今天真的太充实了，捡到一堆有用的宝贝，又找到住的地方和谋生的活计，收获满满。回去。老头子，你说我们闺女怎么还不回来？她会不会在那个地方遇到事儿了？我不知道，早知道不让她去了。闺女，你回来了！真娘，真娘！爹娘，你们还没睡吗？你没回来，我跟你娘怎么睡得着？没遇到事儿吧？爹放心，我没事儿。你回来就好，就怕你在那里遇到危险，我和你爹帮不上忙。娘放心，我不仅没遇到危险，还遇到好心人收留，顺利在那个世界落脚，还帮我找了靠谱的活计。你遇到好心人了？不对，应该是神仙。你去了仙境，遇到好心的神仙了。爹娘，我拿了很多好东西回来。真娘，这些都是什么？这个袋子里的都是我捡的别人不要的东西，这些是我捡来的坏掉的木椅，待会儿爹拆掉当柴烧。还有一把木梳，给娘。这是铁锅，
村长叔家里都拿来当传家宝，以后我们家也有铁锅了。瓷碗、瓷盘，还有一箱书。铁锅，你村长叔家的铁锅都是祖上传下来的。真娘，你竟然捡来了铁锅！这锅比你村长叔家里的好看多了。你村长叔家里的锅黑乎乎，还有不少豁口。这些碗碟也太漂亮了，一点磕碰都没有。这是书，爹，这些书都是画片子，上面的故事可吸引人了。画片子也好看着解解闷儿。这把木梳也好看。真娘，你这些东西拿出去卖掉，我们家都能一夜成为村里的首富。爹，这里还有好东西。是什么？琉璃。好漂亮的杯子。这是传说中的琉璃杯，能不漂亮吗？真是琉璃杯？错不了，而且比我见过的琉璃清透洁净多了。这样的宝物是无价之宝。他在县城见过富贵人家的公子，他们拿琉璃做花镶嵌腰带，阳光落在上面闪着璀璨的光。真娘，这些真是你捡来的？是我捡来的，那个世界不缺这个。我还看到他们拿琉璃糊墙，卖鱼的商贩都拿琉璃大缸装鱼。看来那个地方真是仙境。奢靡，太奢靡了。除了这些好东西，我还有惊喜要给你们。还有惊喜？还有什么比这些更令人惊喜？我今天拿到第一份工钱，买了粮食。真娘会不会很累？她身体不争气，干不了半点累活。娘，我这份活计就是做着择菜，是轻便的活。我工钱都拿到了，不然哪有钱买粮食？你们快看这是什么？精米。真娘，你买了精米？这米可真白，闻着一股浓香，比糙米香多了。真娘，你才干了1天活，哪来那么多的钱买这么金贵的精米？还买了不少。爹，我工钱可高了，而且那个世界精米便宜，精白米最便宜的才1块钱1斤。我拿了食材的60元工钱买了精米，还买了精盐和3斤猪板油。买了什么？猪板油？真娘，60元是多少两银子啊？比60文多吧？不然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我工钱都花光了，但是花的值。爹娘，家里现在有精米吃，以后我每天的工钱都能买110斤精白米，我们一家不会饿死了。闺女，这是仙缘，你一定是被神仙点化了。想来那个木镯是神仙的法宝，阴差阳错被真女所得。这大米可真白，吃起来一定很香。精白米呀，我这辈子也就刚嫁给你爹那2年吃了几回。我们闺女是有大造化的人，以后我们天天吃白米饭。对，我们天天吃白米饭。爹娘，你们还没吃吧？要不煮一锅米饭，我们吃顿饱饭。我来做饭。爹，这些是我做工的地方打算扔掉不要的新鲜蔬菜，都被我捡回来了。我待会儿切点猪板油，熬油，把菜放进去炒了，一定很香。这些菜看不出毛病，那里的人吃的该有多好，把这么鲜嫩的菜扔掉。他们的菜跟我们自家种的不一样，一个虫眼都没有。大冬天都有鲜嫩的菜吃，边吃边扔，果真不是我等凡人能理解的。以后我们闺女也是神仙了。爹，我带来的糕点你们没吃吗？大盒子里面的东西你们动了吗？冻成冰块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吃。娘，尝尝。爹，你也吃口。太香了，能吃口热乎的油渣，让我现在冻死也没遗憾了。爹说什么胡话？我们一家都要好好活着。真娘说的对，老头子，你不许再说死呀死的。我们日子好过了，以后不愁吃，一定能熬过雪灾。你离开不久，雪就小了，老天爷没有把事儿做绝，给我们留了一丝活路。雪还下着，跟前几天差不多大，
雪小了就好，明天千万不要再跟今早一样有那么大的风雪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正雪停，照这样下去，开春估计种不了粮食。听说县城的富户都炒菜吃，哪像我们庄户人家一锅煮。如今沾了真娘的光，我也能吃口富贵人家才能吃上的炒菜，里面还有猪油和油渣。待会儿把小宝叫醒，让他也吃点油渣。娘又拿了好吃的。小宝，这是你的大米饭，你看，你娘拿来了肉肉和青菜。小宝好饿，小宝要吃白白的饭。米饭煮得多，管饱。我吃过了，在落脚的地方吃了大米饭和酸菜鱼。爹和娘多吃点，小宝也吃。等吃完饭，我还有更好吃的东西给你们。真娘，你不是说工钱都买了米和猪板油，身上应该没钱了才对。小宝吃完饭要吃更好吃的东西。是落脚的地方新善的大姨给我的，你们放心好了，我不偷不抢，东西来路都敞亮。快吃饭，不然都凉了。吃完饭我就给你们拿我说的好东西。肉肉好吃。还是我们真娘有福气，能去仙境。可不是，当初那遭回的陈通抛弃我女儿，他就是个没福的。呸！吃得太饱，给你脑袋塞坏了。提那个晦气的玩意儿做什么？爹娘，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好东西。果子这么大，这么红，还没有被虫子啃过。好甜，好甜，好多汁水，果皮一点都不硬。这是皇帝吃的贡品吧？这个叫苹果，还有一物。这是葡萄。爹，这或许就是书上说的葡萄，可好吃了。好吃。价值千金的葡萄，我云某人竟然能吃到皇帝贡品。哎呦，那岂不是我们现在过着皇帝老爷的好日子？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们过着达官贵人都羡慕的好日子。葡萄只有皇家吃得起，一品大赔或许能分到一口，剩下的官员味儿都闻不着。还有橘子。不枉此生，不枉此生。我在县城码头搬过货，常常有四面八方的客商售卖货物，一枚橘子卖到半两银子。平常都是巨户人家出身的少爷小姐会买来尝尝味，里头很甜，还有股酒香味儿，外面的皮太涩了。爹，橘子要剥皮，不是这么吃的。原来是这么吃的，甜，还很香。大冬天的，估计县太爷都没我们有口福。如今雪灾严重，我吃喝不愁，却遗憾不能报答村里人当年的恩情。我12岁没了父母，吃百家饭长大，又在村里叔公婶婆们帮助下读了书，有了童生功名，娶了你娘成了家。当初我就想着，若我有朝一日中举，绝不忘村里人的大恩勾德，定要回报乡里。我养不起家的时候，也是村里的叔公婶婆们出手相助，又是给吃给喝，又是帮我们家干活。现在我们家的温饱得到了解决，村里的人却在饥寒交迫的雪灾中饱受煎熬。是啊，要不是村长叔他们，我们一家哪能活到现在？我被狠心的爹娘卖给人牙子，是三叔把我买回来嫁给你爹。你爹人好，尽管家贫如底，却没让我做过一天苦活累活。村里人明里暗里帮着我们家，我们确实不该忘恩。爹，你煮一锅米粥，再拿点果子给村长叔送去，将我的奇袭事无巨细都给他说了，并且表示我们家要帮助村里人度过雪灾。你让村长叔把人都召集在一处，到时候我们全村吃大锅饭。可这对你不好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如果有人觊觎你的能力，不管能不能成功，
都会做坏事。我们真娘是神仙看中的人，哪有那么容易会被人给害了？对呀，我们真娘被神仙看中了，是神女。老头子，你别笑了，大半夜怪瘆人的。老婆子，你简直是太聪明了。不是说怎么跟村里人解释真娘的事儿，怎么还夸起我来了？我们可以告诉村里人，真娘被神仙收为弟子，成了神女，专门来解救苦难。这个主意好。明天我煮一锅浓稠的米粥，拿几个金贵的葡萄橘子给村长，将真娘得神仙眷顾成了神女的事儿说给他听，让他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。就这么办。到时候村民们知道真娘是神女，就不容易生出伤害她的心思，反而会生出敬畏之心。困。让小宝睡我们屋子里，屋子里有火气，不会很冷。你不是说你在那个地方落脚了吗？屋子里还有暖气，跟夏日一样舒服，你就去那个地方睡吧。可惜了，没办法把爹娘和女儿带过去。好，爹娘，你们休息，我明天晚上再过来。好像是肉。肉香味儿，怎么会有肉香味儿？二狗，你站门口做什么？风吹进来会冻死人的。好想去云老哥家问问，是不是家里真的有肉吃？可现在那么晚了，估计云老哥一家都睡了。明天一定去瞧个仔细。是肉香味儿，真的是肉香。真娘一家老弱病残，哪来的肉吃？大山，醒醒！翠兰，大晚上不睡觉叫我干嘛？你饿了对吗？哎，家里没粮了，睡吧，睡着了就不饿了，说不定还能做个吃肉的好梦。我刚就梦见我在吃肉，这会儿都能闻到肉香，我要继续做吃肉的好梦。哎呀，大山，你没做梦，真有肉香，有人在吃肉，你快起来仔细闻闻。翠兰，肉香，我闻到了肉香。难道我们被饿死了？现在闻到的肉香是我们临死前的幻想？不是幻想，是真娘家在吃肉。真娘家？她家哪来的肉吃？我们家有存粮没坚持几天，真娘家里别说存粮，估计野菜干都没有。她家吃肉？我也不信，但由不得我们不信。还记得昨晚那个味道吗？一点都不比肉香差。昨晚的味道就是真娘家里传来的。我还以为饿过头闻错了。真娘家里有吃的，云修和弟妹平日里没少受村里人帮忙，他们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按理来说不可能自己躲起来偷吃。雪下了快1月，村里家家户户断粮，或许云修和弟妹也是为了女儿和孙女能活下来，才没打算把粮食分给大家。要不我去问问云修，大晚上人家都睡着了，明天去看看。行。真娘家里传来的香味，大雪灾年他们哪来的肉？老头子，你说云修会不会把小宝煮了吃了？去，老婆子，你就是想得多。云修是读书人，他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长大，他是什么人我们能不知道？可昨晚上他们家吃肉，今晚上还吃肉，你说云修也没出村吧，真娘也没出去，肉还能凭空出现不成？就不能是云修割自己的肉给媳妇儿孩子吃？没错了，肯定是这么回事，都是雪灾害的。老婆子，小宝，起来喝点米粥就不冷了。米粥？外面天蒙蒙亮，时间还早，估计村长一家都没起床，过会儿再去吧。不行，我们前天吃香面，昨晚熬猪油，香味早飘出村了。村里人都不是傻子，大家都挨饿受冻，怎么就我们家有肉吃？肯定会有人来探个究竟。我早点把这事儿给村长一说，让村长给村里人解释去。路上慢点儿。
李哥开门，是我云修。老头子，有人在敲门，是云修。快进来。李哥，几个孩子呢？这么大的雪都在家里猫着，你找几个小子有事儿？没，我只找你。嫂子，这么早打扰你休息了。你一大早过来，肯定有要紧的事儿。李哥，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惊到你们。什么事儿？你们先看看这个。米粥，是米粥，李哥，我这么早来找你，就是为了这事。精米还有新鲜的果子，都是怎么来的？乖乖，莫说现在是灾年，太平年我也没见过这么白的米粥，还有这果子香味独特，难不成是鲜果？云叔，黄黄的果子闻起来好香。好饿，好想吃。等孩子们吃完再说是吧？白米粥软软糯糯，要是每天都能吃到就好了。云修，现在可以说了吗？这些东西其实是真娘得来的。真娘？真娘被神仙看中收为弟子，她现在是神女，神仙特意派她来救苦阻难。不是我编故事骗你们。你们觉得凡人能在大雪封山的情况下得到精米和新鲜的果子吗？真娘是怎么遇到神仙的？昨天我出门捡柴火，真娘去山脚下寻我时，不小心栽倒在雪地里。听她说，就这么被神仙看中了。神仙把她送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，那里的人吃喝不愁，穿着棉花做的衣服，食物多到吃不完。这些精白米，大灾年在县城要100多文一斤，那里只需要1文钱一斤。昨天你们闻到的肉香是猪板油熬油的香味，一斤40-50文钱，快赶上精粮的价格了。在那边只需要5文钱一斤。真娘帮神仙做事，每天神仙会给她110文，可以买110斤精白米，换成猪板油也能买不少。昨天你们闻到的肉香是猪板油熬油的香味，一斤40-50文钱，快赶上精粮的价格了。在那边只需要5文钱一斤。真娘帮神仙做事，每天买神仙会给她110文斤精白米，可以买1成猪板油也能买不少。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件事，真娘说了，让你召集全村人，把这事儿给村里人一说，以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。我这就去村口召集全村人说这件事儿。当家的，快！村长敲响了陀螺，肯定有大事发生，要跟村里人商议。这大灾年的，李哥敲陀螺干嘛？二叔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今天叫大家来，确实有一件大事，关乎我们桃源村所有人生死的大事。关乎所有人生死的大事，不会要逃荒吧？终于要逃乡了吗？出去我们还有生路，留在村里只能等死。村长说我们什么时候动身？大雪封山，我们连村里都出不去，在雪地里迷路，不是冻死就是饿死，还不如在家里冻死饿死，至少不会做个孤魂野鬼。我同意桃娘，我不要离开村子，我年纪大了，死在村里也不要做孤魂野鬼。就让孩子们离开吧，我们老的死在家里，既不用在路上连累你们，又不用做孤魂野鬼。这么大的雪，我们真能走出村子吗？可是不出去村子，我们照样没有活路。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残忍，一定要让我们死？大家都别吵了，你们都想哪里去了？要是决定逃欢，我不会在这个时候才说，都给我把眼泪憋回去。我要说的不是逃欢，是天大的好事。村子里的人都要死了，还能有什么好事轮得到我们？村长说，这是什么？我怎么看着像吃的？不可能吧？这是橘子，一种果子。啥？果子？大冬天能有这么圆润的果子？村长。
长说你在唬我们吗？大家别急，听村长跟你们解释，橘子就是一种果子，比镇上卖的新鲜果子都甜。真有吃的，村长说真是吃的。这是云家真娘带来的。真娘找到能吃的果子了，在哪里？我们什么时候去摘？都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真娘不可能从村子周围找到吃的，这是她从仙界带回来的鲜果。昨日她出门不小心摔倒，被神仙看中，收她为徒弟。听她说村里人饱受饥寒折磨，神仙不忍我们挨饿受冻，把她送到了一个神奇的仙界。我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们桃源村有救了，村里出了一位神通广大的神女，以后我们不仅不用死了，还能吃饱饭。村长说真娘真的成了神女吗？1文钱能买1斤精白米，太不真实了。仙界的精白米真的只要1个包子的钱就能买1斤吗？猪板油5文钱1斤是不是真的？别说县城，就是在镇上，5文钱连小孩巴掌大一块的猪板油都买不到。神仙显灵了，我们桃源村出了个神女。云老哥，这2天晚上我都闻到你家传来了肉香，尤其是昨天晚上，肉香味馋得我做梦都在吃肉，我还以为你捡了个野兔。你家真娘被神仙看中收为徒弟，她真的成了神女，还要请全村吃大锅饭。我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清楚，我不会说谎骗你们。我的女儿云珍，她真的被神仙看中，成了神女，去了仙界。前天晚上的香味就是神仙赏赐的香面，一种煮了会散发出独特奇香的面体。至于昨晚的肉香，是真娘熬猪板油的香味。家里现在还有10好几斤精白米，待会儿我就和村长家的嫂子带几个人煮2大锅米粥分给大家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人了。我相信云老哥，大家都快饿死了，还有什么可质疑的？待会儿云老哥和李家大小把粥煮熟了，不信的别吃。不，我信，我也信。云修多好的人，他不可能拿全村的生死寻乐子。肯定是神仙显灵了。真娘是个好孩子，她能被神仙点化，是我们桃源村天大的福气。我们可以帮忙熬粥。大家记住，吃饱了一定不要忘了神女的大恩大德。以后云珍以及真娘这些个称呼不许再出现，一律称她为神女，要心存感恩与敬畏之心。她会是我们桃源村唯一的信仰，一定不忘神女大恩大德。家里还有几背篓柴火，我去拿过来。我家里还有剩余的萝卜，我们家只有蒜头了。我家有野菜干儿，我们和云修还有村长嫂子一起熬粥。天哪，这就是精白米吗？白的和外面的雪一样，味道香的要命。不愧是仙界，大冬天竟然有这么鲜嫩的绿菜叶子。这么多新鲜的菜放在县城肯定要不少钱。外面的人一个个排好队进屋，都别急。大雪天以来，我第一次吃饱肚子。神女大恩大德，普度众生。小姑娘，也来这边捡垃圾呀？别光捡些没用的，多捡点纸壳子，那能卖钱。婆婆，这个不是用来烧火的吗？怎么不能卖钱？我昨天把攒了3天的纸壳再卖掉，赚了20块呢。原来是这样，当然能卖钱。你把纸壳子整理干净，1斤能卖5毛钱呢。婆婆，这个去哪里换钱？别急，我们留个联系方式，我带你去。呀，你是张姐爱心公益那边出来的吧？机构包吃包住，还免费教技能，你怎么跑出来捡垃圾了？我们捐的钱……不是的，婆婆。您误会了，我在机构吃得好住得好，是我自己习惯了。您千万别误会张姐他们。
你这孩子真是可惜了，你这通讯器加不了人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。我叫秦婆婆，你以后也这么叫我。秦婆婆，那这些瓶子，啤酒瓶子不值钱，整筐才卖1块钱，费那劲干嘛？就捡纸壳子和易拉罐。云珍，你可真厉害！走，你捡的这些够数了，我现在就带你去卖了。现在就去吗？秦婆婆又来了，带着孩子来开市，你可得给个好价钱。行，保准不亏他。纸扣子15斤，7块5；易拉罐38个，38块，2样加起来共45块5。秦婆婆，我没蒙你吧？婆婆，这些钱您拿着，要不是您，我根本赚不到这些钱。你这做什么？这是你靠自己双手挣的辛苦钱，我怎么能要？快收起来，买点好吃的补身体。土豆5毛1斤喽，红薯1斤5毛，比批发价还低。老板不干了，低价处理，香甜软糯，减肥的人吃1片，管饱。管饱？老板，给我来100斤红薯。妹子，你一个人拿得动吗？啊？给你钱。老板，那个会喷火的东西在哪儿买？网上买了50个，到现在没用完。你买了这么多馒头，这5个打火机我送你，拿着吧。谢谢老板。回去。神女来了！朕娘真的是神女！神女！我怎么跟你们交代的？以后不许直呼神女姓名，要敬畏神女！你给我闭嘴！见过神女，神女救苦救难，普度众生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你们快起来，地上凉，得了风寒会要命的。我不起来，神女，就是因为您的出现，才让我们村看到活命的希望。我们全村跪谢您的大恩大德。要是没有神女，我们不知道还能撑几天。我们家前天就断粮了，都商量好一家人整整齐齐离开。谁知道村长叔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村里出了位神女，神女要帮我们度过雪灾，我们再也不用挨饿了。神女，这次去仙界可还顺利？顺利，我还给你们买了热腾腾的白面馒头，一会儿大家拿着馒头都回家去吧。这么冷的天也不怕冻坏身体。多谢神女。村长爷爷、大山叔，你们带几个人过来跟我分馒头吧。一个一个来。又松又软还瓷实，吃了满嘴香。我得留着半夜饿了吃，我舍不得吃。神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红薯，我买了100斤，可以当饭吃，放锅里煮着吃，放火堆里烤着吃，味道是甜的。不愧是仙界，这长长的红皮疙瘩竟然可以当饭吃。仙界的人都说红薯能当饭吃，没米没面的时候吃它不会饿肚子。不管真假，明天村长叔熬粥的时候，给村里人一人烤一个吃，吃不就知道了。太好了，明天我们不仅能吃到热乎乎的米粥，还能多吃一个红皮疙瘩。呆瓜，那叫红薯。个头这么大，说不定真能顶饱。神仙真厉害，能找到这么好的粮食。这一堆估摸有100来斤。明天大伙儿可以吃个肚儿圆了。真娘，你又买了精米，比你昨天买的还要多。白的跟雪花一样，不愧是精粮。神女，仙界的精米真的1文钱1斤吗？
是真的。除了红薯和大米，我还买了鸡蛋。天哪，真的是鸡蛋！1、2、3，竟然有30个鸡蛋！神女，不知道在仙界一个鸡蛋多少钱？这么大的鸡蛋真好，真好。神女，仙界的鸡蛋贵吗？一板鸡蛋13块钱。啥？鸡蛋13文钱？是真的。这物价果真是天上掉馅饼了。我只买了一板鸡蛋，等以后有钱了，我多买一点，争取让全村人都吃上鸡蛋。爹，把我从仙界带来的能吃的都取出来，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和村长叔保管。以后我从仙界带来的珍贵物品，由你和村长叔负责分给村里的人。好。大山，你跟我一起来搬东西。好。村长李哥，你这就没见识了，这是仙界的牛奶，神女都说能喝了，那就没有任何问题。好，我明天晚上煮了分给孩子们。东西都放在我家，每天让我爹和村长叔负责分给村里的人。回去你们就把这件事告诉家人和邻居。离得近的邻居们那边，我们也会把神女的话说给他们听。夜深了，都回去睡觉吧。真娘，陶锅里给你留了粥。爹，看来村里人都很相信你说的话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。爹娘顺心就好。这2天我忙于干活，不知道小宝想我了没有？你放心吧，小宝很懂事，他知道你去赚钱了，回来还会给他带好吃的大米。你离开后没有哭闹过一回，乖得让人心疼。娘，这些是我捡来的东西，里面有双鞋子，我看着很适合爹穿，还有12个琉璃瓶，以后用来装东西。呀，这瓶子颜色真亮眼，是真的漂亮。只可惜在仙界不值钱，我们昨晚用来烧火的硬纸板，还有一种很容易就能掘到彩匾的彩色罐子才值钱。我能买这么多吃的回来，就是因为我卖了10来斤硬纸板和几10个彩色罐子。我们真娘运气真好，又遇到好心人了。可不是，运气不好能被神器认主。对了，真娘，我今天整理你带来的东西，找到一包彩色的粗线，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这个粗线还有长针，还有一张纸上刻了小人吧，应该。玩偶钩织，我懂了。这个粗线还有里面的长针，照着纸上的图案，可以织出纸上画的彩色娃娃。好闺女，真聪明。我也看明白了，这肯定是仙界的仙女们用来打发时间的，就像县城的千金小姐们绣花一样。神了，竟然不是人，是个胖嘟嘟的小妖怪。倒是憨态可掬。该谢了，爹娘，我明天再过来。我要这个，这是我们正宗的东北糯玉米，孩子们都喜欢吃。小姐姐，看看钩织娃娃，不贵，一个50，就巴掌大一个小娃娃，卖50块钱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我看有人拿网上买的成品卖出去赚差价。我都是前面10元店买的材料自己勾出来的，网上卖的成品也要大几十，我有这个手艺自己不做，赚几块钱差价价，还不如干别的来钱快。你好，请问10元店在哪里？前面拐弯处左手边就能看到。谢谢。就是这里了。老板，我要钩织娃娃的材料包。我这边只有一种材料包，一包42块，35个颜色。
云珍，买这么大一包钩织材料，你要学钩织吗？我看路上有人卖钩织娃娃，一个50块，我也想钩几个娃娃赚点钱。你真勤快。钩织娃娃做好卖钱挺难的，之前我也学过，不过没坚持几天就熄火了。希望你能坚持下来吧。这是我做的呀，你这手艺真不错，我看比街上摆摊卖的还要好。行啊，云珍，手艺好又勤快，就该你赚这个钱。你这娃娃摆摊绝对能卖出去。打算卖多少钱？我看街上卖的50块，我也卖50块吧。你手艺更好，要是差大小的卖20吧。像这个大娃娃，有表情刺绣，还有衣服和花环，尺寸也大一点，就卖60块一个。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混2次元，你多做点热度高的动画娃娃，表情做可爱点，可以卖100块一个。有能力的话，设计几个原创娃娃，卖300到600都有人买。我这个真能像你说的，可以卖60块？当然可以。虽然钩织圈子小，但很多女孩子甚至是男孩子都喜欢精致的手工艺品。到时候你去隔壁大学城附近，大学生手里零花钱更多，他们最喜欢给爱好买单。老板，来100斤大米。精品猪板油处理了，便宜卖，1斤5块。老板，6斤猪板油。待会儿我有大事宣布，我这就召集全村。村长叔，不用叫全村人来，你把村里会针线的召集过来。我在仙界找了个活，干得好了能挣很多钱，说不定过些日子全村都能穿上棉花做的衣服，还可以买仙界专门用来取暖的火炉子。我从仙界找了一份活事，做得好了，我们或许能赚很多钱。赚了钱以后，你们不用再喝稀粥吃菜叶子，我们吃大米饭。你们不用再穿柳絮填补的破衣服，我从仙界给你们买棉花做的衣服，再买来仙界的神仙专门用来取暖的火炉子。太好了，我们一定要做好，赚大钱。我们桃源村出息了，神女给我们喝稀粥吃鲜嫩的菜叶子，白米饭，现在还要带我们吃白米饭，穿棉花做的衣服，这竟然让我们摊上了。请问是什么活计要村里会针线的人来做？难道是绣帕子或者缝补衣服一类的活？不是绣帕子，也不是缝补，是钩织。你们理解成边框就行了，待会儿我会认真教，很容易学，但要卖出去的东西一定要做得非常好看，这样才能卖更多的钱。边框？我会边框。神女，请您教我们怎么做娃娃，我们一定听您教导。对，我们村里不止女人会针线，有些男人也会。我不仅会针线，还会绣花。县城小姐们拿的帕子，说不准是我绣的。我在仙界了解过，半个手掌大的钩织娃娃能卖20文钱，稍微精致一点的可以卖60文。做仙界受大部分人喜欢的动画娃娃卖100文，要是有本事做个新颖的玩意儿，可以卖300文、500文，甚至600文。每天晚上来10个人，我教你们钩织。由村长叔安排你们谁第1天来，谁第2天来。今天翠兰、大山、二狗、大鸭、二鸭，你们10个人跟神女学手艺。进屋吧。这个就是钩织娃娃，你们传下去都看一下，做起来不难。神女，我们看过了，这个钩织娃娃我大概明白怎么做了，明白就好。把纸上的过程一定看了，我去给你们拿粗线。仙界的神仙们怎么就这么聪明，仅用粗线和钩针就能织出憨态可掬的小妖怪？这张纸也滑溜溜的，不愧是仙界的宝贝。以前怎么就没人想出这么好的点子？仙界的手艺能让你一个繁殖造出来。再说，造出来了又没有这么多颜色鲜亮的粗线，这个钩针的问题你都没办法解决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这些东西真能每个都卖60文吗？能不能都卖出去，试试就知道了。我明天去仙界收集一点新鲜的图案，到时候我们做别的样式。不早了，都回去睡觉吧。太奢靡了。村长叔，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
别人家桌子上摆的都快挤不下了，你这里怎么只有6个小羊？价格也没标出来。我随手做的，一个60，纯手工，比网上买的精致多了。看着是比网上的精致，确实值60块。你以后多做一点别的款式的娃娃或者盆景花之类的，样品多了才好卖。刚好有6个，我都要了。马上要毕业了，这几个娃娃就送给舍友做纪念吧，我给你装起来。怎么扫码？码？没码，这个是羊。还好我习惯在包里放几百块练功圈。你不对劲，有什么开心的事儿说出来让我听听呗。我昨晚做了6个钩织娃娃，今天下午全卖出去了，一个60块。一晚上做6个，这钱真该你赚。云珍真是聪明又勤快。哎呀，我家孩子有你一半勤快，我也不会活这么累。棉袜打折。老板，棉花袜子真4毛钱一床。真4毛？你摸摸这厚度，哪里买得到？童叟无欺，厚的压手的棉花袜子，今天只要4毛钱一双。家里堆了太多货，要清库存。妹子要几双？我要130双。你能拿出这么多货吗？妹子真要这么多？要30双5、6岁小孩能穿的，其他都按大人的尺寸来。行，我给你装。妹子，够了，一共52块钱。回去。娘亲，小宝，今天有没有吃饱肚子？村长爷爷和爷爷熬粥给大家吃，小宝吃了一大碗，吃得饱饱的。今天晚上怎么没睡着？专门等我回来吗？虽然买了50斤棉花只够老人小孩用，但我买了130双棉袜，村里每个人都有。感谢神女，神女真是慈悲心肠，想着村里每一个人。你们看我手上的这个东西，神物，真的是神物！大火鸡，好奇怪的名字，难道它原本是鸡，被神仙炼成了会喷火的法宝？我从未见过会喷火的鸡。有了这只鸡，我们就可以用它生火，不用再费力气用火星生火和钻木取火了。接下来由村长叔帮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人家分棉花，每人1斤。今天安排学钩织手艺的人留下，其他人都回去睡觉吧。你们进来跟我学手艺吧。都看仔细了，钩织手艺不难，多学2遍就会了。我们今天不仅要学会你们看到的这个成品羊角娃娃，还有好几个新的图案要尝试。你们的成果，这手艺比刺绣好学，神田真厉害，能找到这么好的活计。小小一点的娃娃，竟然在仙界卖60文钱，仙界的钱真是太好赚了。还得是神女功德无量，不然我们哪来的造化，能把手艺卖去仙界？你们做得非常好，跟昨天晚上翠兰姨他们一样聪慧，一点就通。等过些日子赚了钱，我多买点原材料，到时候你们的手就停不下来了。你们回去睡觉吧。真娘还没吃吧？我温了点粥。今天你爹和村长熬猪油，熬粥时多放了2勺猪油。娘，我吃过了，你和爹吃吧。
云珍，先别急着走，我们买的快递到了。你是等我明天给你带到这边来，还是跟我一起去驿站取？这么快就到了？我跟你过去吧。你把菜叶子扔后面车厢，人坐过来。你不是还要接孩子？我占了一半位置，孩子坐哪儿？就让他站在我前面，我把他夹在怀里。这有什么的？乐乐，乐乐，这是妈妈的小朋友，你要叫他姨姨。姨姨。乐乐真可爱，跟画里小仙童一样。乐乐，姨姨夸你是小仙童，你要谢谢姨姨。谢谢姨姨。我们去驿站取快递，你站好了。这个就是你要的钩织材料包，怎么？走吧，我送你回宿舍。你把我放在菜市场门口，我自己回去。客气什么？我送你回去。姨姨，就让我妈妈送你回家吧。麻烦你了。云珍，你可真是太客气了。我们认识好几天，又了解各自的出身情况，也算是熟人了。熟人之间不就应该互帮互助？要快嘛，太早了吧？云珍，前面超市新开业搞活动，奖品有全套家电，我们过去凑凑热闹。抽不中奖品也没关系，可以买点低价商品。云珍，我们去抽奖吧。不了，我中不了。10块钱一次，抽不中也当玩玩嘛。